你敢相信吗？当路透社宣布 NEXT 全球峰会扩展欧洲版时，他们把全球只有4个城市放进了同一个顶级权力俱乐部：纽约、伦敦、阿布扎比，还有新加坡，一个国土面积不到纽约1/10，人口只有600万出头的国家，凭什么能和全球最顶级的金融权力中心平起平坐？更反常的是，在全球资本越来越焦虑的当下，不仅是热钱、AI 巨头、家族办公室、顶尖财富管理机构，甚至中东的主权基金，都在疯狂往新加坡挤。这背后真正的驱动力根本不是金融收益，而是全球精英正在重新寻找安全世界的最后一个入口。而新加坡正在变成那个唯一的入口。过去30年，世界金融中心的格局其实非常清晰，基本就是2极主导。传统结构里，纽约是美元霸权的核心，伦敦是全球资本的中转站。后来香港强势崛起，迪拜和阿布扎比也开始发力。但现在，如果你紧盯资本流向，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底层逻辑变化：全球资本不再单方面追求收益最大化，而是开始疯狂追求安全底线。今天的资本到底在怕什么？过去大家焦虑的是通胀、利率变动或者汇率波动，但现在的资本真正害怕的是地缘政治冲突、突发制裁风险、供应链断裂，还有监管政策的剧烈摇摆和社会的内部撕裂。也就是说，全球资本时代已经彻底从增长逻辑切换到了避险逻辑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新加坡展现出了它最恐怖的优势：极低的风险和极高的确定性。它同时拿到了几个稀缺的牌面，作为亚洲市场的核心入口，它沿用成熟的英美法律体系，政策具备高度连续性，监管极其严格，但绝对不过度干预商业运作。再加上中立的外交立场和极高的社会稳定度，新加坡从来都不是全球最赚钱的地方，但它绝对是目前全球最不容易出事的地方。在今天这个美国面临政治撕裂、欧洲深陷能源危机、中东自带地缘风险的世界里，新加坡提供的是中立、安全、稳定和全球化这4个词的稀缺组合。既然全球精英买的是确定性，那这种确定性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全球议题？我们回到路透社的 Next 峰会，这根本不是一个普通的行业论坛，它是全球资本圈、政策制定者、科技巨头和地缘政治专家的顶级交汇场。能进入这个名单的城市，意味着它已经跨越了单纯的经济中心属性，直接晋升为全球议题协调中心。今天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，早就不是缺钱，而是世界正在加速分裂。美国、中国、欧洲、中东正在形成各自不同的体系和壁垒，而新加坡的特殊价值就在于，它正在精准地承担东西方接口的角色。它不仅和美国保持紧密合作，与中国有着极深的经贸连接，对中东的巨额资本完全开放，同时还能无缝进入东盟市场。环顾全球，新加坡是极少数还能同时跟所有人做生意、坐下来谈话的地方。为什么现在那些顶级的全球论坛越来越爱选址新加坡？因为现在办全球级会议最怕的就是政治敏感、舆论发酵和地缘争议带来的安全风险。从香格里拉对话到全球 AI 峰会，再到各类顶级金融论坛和家族办公室闭门会，你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趋势：全球越来越多极其敏感的议题，都开始集中选择在新加坡的会议桌上谈，因为这里是一个真正高效率的中立平台。当谈判桌搭好之后，带着真金白银进场的，就不只是开会的人了。财富的物理大迁移已经在真实发生。今天最明显的一个趋势，就是新加坡的家族办公室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，私人银行疯狂扩张，各路主权基金加速布局，超高净值人群大量涌入。富豪们的账算得很清楚，资产收益率稍微跑得慢一点可以接受，但资产的底层安全绝对不能出任何纰漏。新加坡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亚洲财富的超级保险箱。这里的税务体系极其友好，法律框架成熟，治安环境几乎做到极致，
再加上国际化教育和高度透明的金融体系，新加坡向富豪们卖的从来不是某款高收益的金融产品，而是不可替代的财富安全感。但如果你以为只有老钱在往这里跑，那就错了。真正的大变化是 AI 资本和前沿科技力量也开始重仓入场。过去新加坡给人的印象偏向传统的财富管理，但现在 AI 研发中心、超大型数据中心、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以及 Web3 的合规项目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涌入。这意味着新加坡正在完成一次底层升级，从单纯的财富中心直接进化为科技金融中枢。这时候，你再看路透社把阿布扎比和新加坡放在同一个名单里，逻辑就彻底闭环了。全球资本现在最看重两类避风港，一类是阿布扎比这种拥有庞大能源和主权资本的中心，另一类就是新加坡这种高度全球化的中立资本中心。他们的共同特质极其鲜明，绝不卷入意识形态的战队，只卷系统的稳定性。而这种对稳定性的极致追求，暴露了新加坡更大的战略企图。站在未来10年的维度来看，这个世界最值钱的东西不再是石油、土地或者人口红利，而是制度的稳定、政策的连续、金融的安全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信任。这恰恰是新加坡苦心经营了几十年，目前手里握着的最强底牌。新加坡的真正战略是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超级中立平台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自己不能也不想成为任何一个大国阵营的附庸。他要做的是全球资本与跨国企业的安全中转站。很多人分析新加坡的优势，总喜欢盯着金融政策看，但这只是表象。今天大国博弈的背景下，全球精英真正看重新加坡，是因为今天最稀缺的资源早就不是资金，而是信任。资本确实会本能地流向有利润的地方，但超级资本最终一定会沉淀在有信任的地方。未来全球的供应链、技术标准和贸易体系可能会越来越碎片化，而新加坡真正的野心就是做这个分裂世界里的万能连接器。无论是资本接口、科技接口、地缘接口，还是 AI 与东西方的接口，它都要成为那道最畅通的桥梁。可以说，新加坡正在把自己硬核地打造为整个全球系统的风险缓冲层。看到这里你就会明白，路透社 Next 把新加坡和纽约、伦敦、阿布扎比放在同一张顶级牌桌上，真正说明的并不是新加坡的金融体量已经天下第一，而是全球顶级资本已经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：新加坡是未来世界里极少数还能长期维持稳定、开放和绝对可信的地方。在一个越来越充满变数的时代，庞大的财富需要避风港，跨国企业需要中立的运营总部，前沿的 AI 技术需要清晰的监管试验场，而全球精英更需要一个随时可以抽身的安全入口。新加坡正在极其精准地同时扮演这4个关键角色。当世界越来越不确定时，新加坡卖的不是金融，而是确定性本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未来亚洲第一金融中心会是新加坡还是香港？你认为新加坡目前最大的护城河到底是它的地缘位置，还是它建立的制度信任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犀利看法，大家一起交流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种结合金融格局与地缘政治的深度拆解，请务必点赞并订阅频道，我会继续为你追踪全球资本的最新流向和东南亚的硬核资讯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